如果3天后将要爆发丧尸病毒，你会做哪些准备？虚掩的门外，电焊枪呲呲冒着火花，李彻沉默的背影在明灭的火光中显得十分诡异。他竟然在封阳台。与此同时，手机上传来了一条快递驿站的推送，您男友购买的商用大冰柜正在派送中。我故作镇定地将房门轻轻合上，这条推送不禁让我更加慌张。而今天是我与男友冷战的第4天，我登录了我们关联的快递账号，不翻不知道。他不光买了3台商用大冰柜，还买了剔骨刀、固体酒精、磨刀石、防雨布等。我忍不住浑身发冷。昔日亲密无间的另一半，现在却让我感觉如此陌生，脑子里也浮现出不少刑事案件。而就在此时，门外的声音停了，脚步慢慢靠近，我握紧把手，大气不敢出。苏童，咱们账户还有多少钱？他声音低沉，没有要进门的意思。我双唇微微颤抖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下午想去买些东西。说着，他突然转动门把手，我立马尖叫出声：别进来！你别生气了，我买完东西就跟你解释。李彻声音满是无奈，我攥紧手机，差点没吓得哭出声。前几天跟他吵架，也是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拉回来一台2手发电机，那台发电机又笨重又占地方。问他为什么买发电机，他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现在看来，只怕是他早有计划了，连异常用电这种事都想到了。门铃叮咚一声，他顿了一下，转身去开门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哆嗦着编辑短信准备求救。对，是我预约的下水管道改造，最近管道老是堵。对了，我们这儿3楼能不能单独走管道？钱不是问题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叮叮咚咚的拆了起来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我盘算该不该直接冲出去求救。焦灼之际，李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，他接下来的话夹杂在嘈杂的施工声中，却清晰的让我汗毛直立。苏童，还有3天末日就要来了。我坐在副驾上，李彻一脸凝重，像是他口中说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一样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傻傻回过神，荒谬感盖过心中的恐惧。电视剧看多了还是小说看傻了？哪有什么末日啊？苏童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骗你。红灯前，李彻看着我的瞬间，我被震撼住了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严肃的样子。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分享给你的报道？我想起那篇不明原因病毒导致正常人丧失理智的报道。那报道是真的？你别跟我说你买发电机和冰柜是为了囤物资。是。封阳台是为了防止丧尸入侵。对。那改装下水道、买酒精、砍骨刀。绿灯亮起，李彻冷静地解释：改装下水道是为了保证以后卫生间不堵，酒精是保证火源，砍骨刀是为了将买来的肉类分装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呆愣地看着前方，其实此时我内心已经动摇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还有3天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做好准备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们就到了超市门口。苏童，我们的存款有30万，暂时花在食品上的预算是10万元，所以距离超市关门还有……他看了一眼手机，3小时15分，我们走。说完，他推着购车就冲了出去。我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，7年的感情，就算是假的我也认了，陪他疯一回也不是不行。我咬咬牙，也推着车直奔速食区，直接装了满满一车的速冻饺子。未来如果被困在家里，很难买到新鲜的蔬菜和肉，这些速冻食品至少能够保证营养均衡，保质期还很长。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李彻买3个商用冰箱是多明智的选择。随手又拉过一辆购物车，一边走一边盘点还需要什么。超市的导购员看到我一个人拉着2辆车，不看价钱的往购物车里一通扔，热情的跑过来，伸手接过其中一辆。小姐，您怎么买这么多呀？您还需要什么？我多叫几个人帮您装。我开养老院的，用得多。我随口编了一个理由。随后我到了粮油专区，让一旁的工作人员搬了10袋大米，紧接着花生油、菜籽油各提了4桶。转向面食区时，我在货架旁看到了李彻，他的购物车里放了2袋子面粉，正茫然地看着人群。第2站我奔向泡面区，5连包的泡面除了藤椒味的全来了几包。旁边的罐头区域，我扫荡了一波鲮鱼罐头、红烧肉罐头，还有大罐的榨菜、剁辣椒买2送1。我顺手也拿了2罐。2个大姨看到我的购物车，忍不住窃窃私语：今天超市打折吗？咱们怎么没听说？我尴尬地冲他们笑笑，说自己有收藏罐头的癖好。抬眼瞥到李彻，看到他直接搬了一箱午餐肉、火腿肠、腊肠、腊肉等，他也买了很多，各种鲜肉也买了一大堆。见他哗啦啦地往购物车里装，周围的人都看懵了。一个大哥忍不住嘟囔：这是来超市进货了。我自然也不能落后，各种酱料、洗衣液、塑料袋、洗手液、卫生纸、餐巾纸，我都买了足够3年的量，还有足够我用到绝经的卫生巾。鸡蛋、皮蛋、鸭蛋也拿了几10个，这些未来末日只能打打牙祭，不能当饭吃。
随后我去了零食区，又囤了一车零食。在出口等着李彻时，我身后已经排着25辆购物车，全是食物及各类生活用品。他姗姗来迟，因为买的足够多，以至于惊动了超市经理。经理再三确认我们要这些东西后，专门开了好几个口子来结算，并找人帮我们用箱子打包好。毫无疑问，这种大采购的方式是真爽。经理说要派车直接给我送回去，本来我答应的话都到了嘴边，李彻轻轻拽动了我，不用了，你帮我一部分的东西搬到超市的地下车库，晚些我们会来拿。我思索了片刻，就明白了他的用意。我们不能向任何人暴露位置，毕竟末日之下最可怕的不一定是丧尸，也可能是人性。李彻又租了一辆面包车，一趟一趟的往家搬。得益于我们住的地方偏僻，大多人睡得比较早，除了门口会有保安以外，晚上很难碰到居民，否则让人看到我们搬了这么多物资，以后恐怕会有大麻烦。我独自开车回去的路上又想起了，我们忘记买饮用水了。路上我分几次从不同地方买了70-80桶装水，为了不让人看出端倪，我分批运输，从地库用小车拉回家。几趟搬运下来，我已经累得腿发软，手也抬不起来。忙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，我又累又困，草草洗漱后准备回房睡觉。半夜我起床上厕所，经过次卧时，看见虚掩的房门还亮着灯，李彻在组装货架，冷峻的面庞下透露着一丝忧伤。我愣了片刻，默默回了房间。隔天早上，我被一阵敲击声吵醒，2个安装师傅出现在了我家，正在安装安全系数比较高的金属门。在他们一顿操作完之后，我和李彻又准备出门囤物资。我们先进了药店，李彻就向店员说了一大堆药名，店员惊呆地瞪大了眼睛。我还需要一些外伤用药，碘酒、纱布、酒精、云南白药什么的，麻烦您帮我配齐。店员好奇问了一句：“您买这么多药是要做什么用的？”我们准备自驾旅行，所以提前做好准备。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。店员羡慕地点了点头，把配好的药都放进纸箱里。从这家药店出来后，我们又去了其他药店，将之前的药品又买了一份，限量的药品也储备了一些。随后就直奔电玩城及书店，存满了10个固态硬盘的娱乐节目，以及买了些纸质图书后，就全都搬回了家。在收拾东西时，我打开电视放着声音，突然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据了解，今日麻吉医院病人突然伤人，造成5人受伤。配图是一个面目狰狞、眼神血红、大张着口流着口水的男人。李彻，这就是之后会爆发的丧尸吗？是，这下你相信我了吧？李彻望着电视喃喃自语，原来在这会儿就已经开始了吗？我看着他，李彻，咱们是不是应该也告诉一下别人，末日要来了？电视里面的新闻播报还在继续，被病人咬伤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善。听了我的话，李彻犹豫了一下，拿出了手机递给我。我前几天就发布了消息，你看看吧。我拿过手机，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发布在网上，在文章里他引用了之前手机发布的那篇报道，讲了一些如果丧尸爆发会出现的惨状，告诉大家丧尸在不久后爆发，希望大家有所准备。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，咱俩又没什么亲戚，跟朋友也有讲过，他们更多的也只是认为我是开玩笑。他无奈地看着我，我继续往下刷。这篇故事热度还是有的，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博取流量，大部分人都当作看故事一样嬉笑着说博主有妄想症，也有今天回复的，估计是看到了新闻，表示很有道理，马上去囤物资。我抿了抿嘴，确实，当时李彻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也质疑过他，哪怕现在我也只是信了大半。我叹了口气，一切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。一声巨响把我吵醒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还没天亮呢。我皱了皱眉，竖起耳朵听着动静，外面十分嘈杂，撞击声、爆炸声、哭喊声夹杂在一起。突然，一股气味钻进鼻腔，烟糊味，什么东西烧焦了吗？我一路嗅到客厅，家中这股烧焦的气息无处不在，应该是从外面传进来的。想到这，我拉开阳台的窗帘，我瞬间惊呆了。马路上抛锚了好几辆汽车，浓烟有一半是从汽车散发出来的，巨大的火光从对面的门店炸出。抛开浓烟，还有人在奔跑，楼下一堆人围在一起不停地攒动，奇奇怪怪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但诡异的是，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话，更多的是奇怪的咀嚼声。我愣怔地看着楼下，满目疮痍。突然，一阵痛苦的惨叫声让我浑身血液冷凝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下一秒，一个丧尸猛地转过头，我看到他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里带着原始的饥渴。丧尸真的爆发了！我整个人呆若木鸡，冷汗呼呼的往外冒，连后退的勇气都没有。李彻从身后拉上的窗帘，直接将我搂在怀里，捂住了我的眼睛。我会变成他那副模样吗？说这句话时，眼泪灌进了我的嘴里，又咸又涩。听了我的话，李彻却突然红了眼眶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我和李彻的手机突然响个不停，业主群里无数条消息涌了出来，所有人都很恐惧和无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拍电视剧还是玩真的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现在一打开窗子全是血腥味儿，我亲眼看到802的老太太倒下的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怎么办？有人报警了吗？现在满大街都是丧尸，估计警察都忙不过来了。
我们单元门口有僵尸在撞门，早知道会有僵尸爆发，我说什么也不买1楼。我才大学毕业，还没谈女朋友，不想这么玩完了。别出声，1、2个肯定撞不开的，别让更多丧尸听见。突然间，101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段语音，我颤抖着手点了进去，接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来，还伴随着生肉的咀嚼声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没事吧？我焦急地打下这行字，回答我的却是死一般的寂静。2分钟后，2022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中4个丧尸僵直地站在门外，机械地撞击着门板，其中有个丧尸我认识，他就是101的小伙子。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感觉自己离死亡真的不过一步之遥。我窝在床上浑身发抖，尽管盖了2床被子，依旧感觉冷得不行。李彻端了杯牛奶进来，看着我此时的状态，他叹了口气，苏童，你得调整好自己，这些画面在未来将是常态。我咬着牙点了点头，伸手接过李彻手上的牛奶。下一秒，外面传出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内心的慌张险些把杯子摔在地上。我茫然地看着李彻，李彻拉住我的手，鼓励地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怯生生地走向门口。猫眼中，一个丧尸正在袭击404的夫妻，女人已经被丧尸抓在手上，眼看就要一命呜呼。她不停地向男人求助，男人胆怯地站在门口，尽管手里抓着木棒，却迟迟没有动手。突然间，男人咆哮着发狠一般，将女人和丧尸一同推出了门外，然后死死地反锁了门。听声音，貌似还把重物堵在门口。门外，女人的惨叫写满了悲怆。我的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闭上眼睛，难受的想哭。被爱人亲手推向死亡，一定无比绝望。此时，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，我们家里没来得及储备食物，谁有吃的？我花钱买。我家里有水果和啤酒，能换几袋方便面吗？想要买食物的发言在群里层出不穷，不过一个卖家都没有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眼下食物比钱金贵得多，在自己出不去，外人进不来的情况下，钱就是废纸。几分钟后，物业发来了一条群公告，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请大家躲在家里不要出门，我们会想办法把物资送到大家手上，让大家都能等到救援来的那一天，加油！看完公告内容，我和李彻苦笑着对视了一下，此时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江，这只是物业宽慰大家的场面话罢了。不过依旧有人天真的迎合着。几天的时间悄然过去，得益于我们之前囤的货，我们不会饿着肚子，但是我总有些没胃口。昔日热闹的小区静悄悄的，仿佛被人按了暂停键，不时传来的惨叫声和剧烈的撞击声依旧让我心悸。我坐在沙发上发呆，祈祷这场噩梦赶紧醒来。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门外的难道是丧尸？我用力地将自己抱紧，抿紧嘴唇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不要怕，丧尸不可能这么有礼貌。李彻小声地对我说。敲门声再次传来，苏童，我是你楼上的赵姐，你家里有白菜和土豆吗？能不能卖给我一些啊？赵姐轻声说话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听到是她，我的心情放松一些，刚想搭话，李彻却拉住了我。别让人说话，如果让他们知道咱们家有物资，会有大麻烦。李彻的话让我一愣，我捂住了嘴巴，但又有些疑惑。李彻也认识赵姐，她总是温温柔柔的，偶尔还会来我家串门，可为什么现在李彻说她不是好人？还有，他们是谁？苏童，我前几天看到你和男友搬食物了，咱们邻居一场，相互帮帮忙吧。听到屋内没说话，赵姐低声细语的声音又传来了。我有些诧异，当初为了防止别人发现，我们特地选在了半夜运输物资，甚至都用纸箱子打包好了。她为什么会知道？李彻示意我往外看，猫眼里，赵姐的眼睛左顾右盼，带着恐惧与焦急。不对，她的眼神总是往右侧在瞄。我吓得冷汗冒了出来，她的身侧有人。猛然间，赵姐用力的砸门声响起，我吓得差点喊出声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苏童，我知道你在家，给我点食物吧，求你了。砸门的声音依旧没停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丧尸的吼叫，紧接着就是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响起。要不是你说他进屋子，我会陪你走这一趟吗？这么危险你还砸门，赶紧给我想办法，不然老子拿你去喂丧尸。主子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你们再给我次机会吧。赵姐唯唯诺诺的话越传越远，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所以他们是来抢夺物资的，好像还不止一个人。如果开了门，那我和李彻岂不是很危险？我看了眼李彻，再次庆幸他的未卜先知。李彻，你说赵姐是被威胁了吗？不管他是不是被威胁，他有预谋来咱家，这个事儿你不可否认。我咽了口水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就在我以为这件事结束的时候，业主群里突然发来一条消息，是赵姐发的。二幢2单元402的业主家里有很多食物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大家赶紧去找他。这条消息瞬间让群里炸开了锅，开始有人疯狂艾特我们，能不能卖我几斤猪肉？女朋友想吃涮锅，能不能帮个小忙？我们想做个饱死鬼，小姐姐帮帮忙吧。
家里没米没油，拜托了。看着蜂拥而来的消息，我的脑袋也像炸了一般，疼痛难忍。李彻的眉拧成了一个川字，脸色像锅底一般黑。赵姐这招真狠，一下子让我们成为了众矢之的。如果我们抵不住压力，拿出了物资，虽然他们分到的少，但总归最后还是能拿到。我们和502的业主之前有些不愉快，他说的话大家不要当真，我们也没有存货。我明白大家对物资的渴求，可的确是爱莫能助。我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，于是在群里发言，然而并没有平息赵姐挑起的争端。有就拿出来吧，扭扭捏捏的算什么？要是我有，肯定大大方方和别人分享，毕竟患难见真情嘛。大家都是邻居，远亲不如近邻。你今天伸出援手，以后遇到难处大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现在可不是自私的时候。看着群中的消息不断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总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储备物资的邻居接个龙，大家看看一共有多少食物，也好合理分配一下。李彻的消息刚一发出去，群里顿时鸦雀无声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参与接龙。李彻无奈地冲我耸了耸肩，看吧，这就是人性。门外丧尸的低吼声传来，刚刚赵姐的敲门声引来了许多丧尸站在门口徘徊。他们应该进不来吧？我的双手全是冷汗，惊恐地问李彻：这门我提前做了加固，材料结实得很，就算他们撞门也不可能打开。李彻扶着我回了卧室，拿出手机放着我最爱看的节目，可我的心里乱极了，一眼也看不进去。我忍不住又瞄了一眼业主群，群里依旧静悄悄的。李彻说完后，再也没人发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忍不住拉开窗帘张望，一个女人怪异地趴在绿化带上，周围有一大滩血迹。对面5楼开着的窗户前站着一个男人，正低着头向下张望。一些丧尸也闻声围了过来。难道女人是被他扔下去的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的眼前一黑，不小心撞在窗框上。男人猛地抬起头看向我，然后冲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。我吓得吞了吞口水，慌乱地将窗帘合上，两只手用力按住胸口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。他应该是考虑到家里的食物不足，选择了自保。李彻冷静地分析，我们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？不会，哪怕就剩最后1粒米，我也会给你吃。我走进卫生间洗脸，拧开水龙头，一滴水也没有流出来，停水了。李彻也走了进来，苦涩地看着我。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电也断了。得亏我们之前有所准备，我和李彻小心翼翼地开启发电机，发电机搁在大阳台上隆隆作响，我们也不敢一直开着，总害怕声音会引来很多丧尸的围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多，丧尸群中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身影，看着他们猩红的眼睛和面无表情的脸，还是会有些难受。渐渐的，我开始适应了这种生活。为了消磨时间，我每天都会找一些下饭剧来看。一天半夜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激烈的争执声。我好奇地拉开窗帘，月光下，2个精壮的男人朝着妇女挥舞着手里的木棍，伸手抢走了她的手提袋，并把她推向了围过来的丧尸群。这似乎已经是末日之后的常态了。人性在末日爆发之后暴露无遗。我拉上窗帘，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看到这种场景，我心里已经没有太大的起伏了。这是冷漠吧？我心底自嘲一声，可我知道自己救不了他们，甚至可能会因此把自己和李彻的命搭进去。李彻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醒了。躲避丧尸已经很难了，如今还要防备自己的同类，真是悲哀。活着不易，我只想好好的保护着你。李彻的话音还没落，厨房里突然传出来一声异响，他赶紧跑过去查看，我也跟了出去。透过厨房推拉门看去，窗户上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滚动，一种不好的预感让我的心颤了2下。李彻冷着脸将我拉到身后，咬了咬嘴唇，我去看看。你把卧室的门反锁上。他提着一把剔骨刀，正要打开厨房门，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。李彻，回卧室，锁好门。我咬了咬牙，回到卧室里，拿出一把电锯，哆哆嗦嗦的又往厨房里走去。窗户上一个丧尸正用力的把脑袋往缝隙里塞，焊死的钢条成了他的阻碍。他的面容扭曲，眼睛通红，嘴里流着褐色的咸水，张开嘴咬住钢条，用力的撕咬。我深呼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高举电锯，直到丧尸跌落下楼。我的眼睛也不敢睁开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我的2腿发软，几乎是被李彻拖回卧室的，直至离开都没敢回头看一眼。接下来的几天里相安无事，我和李彻放松了一些。为了省电，我们先消耗掉了冰箱里的食物。原本我们可以安全地窝在这个小家里很久，可是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半夜，客厅传来一阵轰隆巨响，接着是重物坍塌的声音。我吓得从床上猛地坐起来，李彻先我一步跳下床，将电锯紧紧抓在手里，我也挑了个顺手的棍子。客厅里一阵嘈杂，还有人在说话。李彻猛地拉开门，客厅里竟然站着4个男人。手电筒下，我看清了他们的脸，其中2个人就是那晚抢夺母女食物的恶徒，还有一个竟然是之前推女人下楼的那个坏人。我内心一阵吐槽，人渣怎么都聚在一起了。我看着家里被毁掉的墙，用力地握紧武器，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。你们想干嘛？
李彻冷冷地问。哼，要不是那娘们儿保证说你家有吃的，我们也不至于费这么大力气进来。哼，安全措施做得挺好啊。带头的男人嘲讽着望了望四周。我们是反丧尸联盟的，来你家收点保护费不为过吧？放心，我们只拿物资不杀人。我去你大爷的！说的冠冕堂皇，你们这群人渣！多日以来看到的场景，让我积攒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。李彻诧异地瞥了我一眼。哎，小娘们儿还挺凶，老大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干他！你可以试试。李彻用力拉响电锯，电锯的嗡嗡声尽管让他们有所忌惮，可毕竟对方人多势众，很快将李彻逼到了墙角。我挥舞着手里的棍子，也去帮李彻的忙，趁着他们不注意，一棍子朝着其中一个男人砸了下去。猛地倒地声，身旁的男人回手就想给我一棍子，就在他的木棍朝我的脑袋招呼过来时，李彻猛地大吼出声：“住手！别碰他！屋里的东西你们随便拿，不要伤人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们！”李彻发狠的眼神看着他们，男人身形愣了一下，棍子在离我仅半米的距离停了下来，他的眼睛看向了他们带头的那个光头。光头似乎被李彻凶狠的样子吓了一跳，转头踹了一脚倒地的男人。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打不过。随后便开始指挥剩下的人搬东西，很快屋子里的东西都被搬走了。李彻万念俱灰，抱着我喃喃自语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”没事的，李彻，只要我们活着，就有希望。食物被抢走后，李彻先把被凿开的墙面封了起来，但他整个人也颓废了不少。尽管我不停地想逗他开心，可他的脸上依旧布满愁云。清晨，我被一阵细碎的声音惊醒，猛地往身旁看去，李彻并不在身边，我心中隐隐不安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。次卧里，李彻正在用保鲜膜包扎他身上的伤口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他将保鲜膜扔在地上。李彻有些不自然地瞟了我两眼，然后将保鲜膜捡起来。你到底要干嘛？这样伤口不容易愈合，容易感染的。我有些生气地说：“我出去找食物，你在家里乖乖听话。”果然如我所料，李彻是担心自己的伤口会引来丧尸。不行，要去一起去，否则谁也别想出这个门。外面的局势很不明朗，我不想你跟你一起冒险。李彻目光深沉，语气里有一丝沮丧。你不是已经见识过我的杀伤力了吗？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。我拽住李彻坚定地说。李彻了解我的性格，知道我肯定不会让他自己出去。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终是无奈地点头。你可以出去，不过有一点必须记住，尽管我们出来的目的是拿物资，但也不要把自己置身险境，保住这条命是最要紧的。李彻严肃地对我说。我点了点头。为了方便逃跑，我们换上了跑步鞋和运动衣。出门前，李彻把拖把拆了，将两把刀分别用胶带牢牢固定在木棒上。他说这样用起来更顺手，威力更大，远近皆宜。又用胶带将我们的四肢牢牢绑定起来。原本我想带着电锯，可李彻说他太重，声音也大，没准引来更多丧尸。准备妥当之后，我们打开尘封2个月之久的大门。我和李彻的心情都有些沉重。我们一路走得小心翼翼，昔日热闹的大街很萧条，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到处弥漫着腐肉的味道。庆幸的是，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丧尸。超市架子上的蔬菜水果早已经腐烂，苍蝇和虫子爬得到处都是，周围货架上也早就空了。外面的估计早就被抢空了，我们再去仓库看看。记住，只需要找清单上的东西就行了，小心一点。仓库内也遍地狼藉，黑暗的空气中显得十分潮湿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，终于还是发现了一些可以食用的东西，散落在一堆箱子中间。之前人应该走得匆忙，正好还给我们找到了。再翻一遍，注意安全。我直接把还没有过期且能填饱肚子的食物装进袋子里。就在我感叹自己的好运气时，旁边突然晃出一个影子，我惊出一身冷汗，下意识地抽出刀，冲着那个身影的命门砍去。丧尸突然发出刺耳的吼叫声，血溅的到处都是。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李彻突然大喊：“小心右边！”我拎起刀直接向右横劈，李彻用力踢倒身旁的货架，将另一个丧尸砸在下面，然后直接举着剔骨刀结束了他。你没事吧？李彻慌乱地把我拉到身边，仔细检查我身上是否有伤口。我没事儿。确认我安然无恙后，李彻才松了一口气，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。可惜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一波丧尸的吼叫声，一定是刚才的动静招来了他的同伴，快跑！李彻颤抖着拉着我往大门处跑去，迎面过来了好多丧尸。我和李彻开始拿刀抵着他们，得亏他们只靠着本能行动，但我们也没占到半点便宜。我们几乎精疲力尽，有一个丧尸直接扑向我时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多亏李彻冲过来将他撞向一边，拉着我迅速跑出超市。跑出一段距离，我看了眼李彻，他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却始终带着笑意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一面。终于回到了家，李彻撒娇着说想吃我做的饺子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似乎疲倦极了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
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并没有发烧。我看到刚拿到手的食物，我点了点头。第一盘饺子出过，我让他先吃，不用等我。等我在煮第二盘饺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。我跑出厨房看去，桌上只放了一双筷子，一盘被吃了2、3个的饺子。屋子里一片寂静。陡然间，我回忆起李彻猩红的眼睛和他一直捏紧的左手，他被丧尸咬了。我当时真的太紧张了，竟然忽视了这个细节。看着空荡的房间，我手里的餐盘一下子落在地上，心也像被人挖去了一角，疼得不能自已。李彻，你这个混蛋到底去哪里了？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伤心地缩成一团，喃喃低语。李彻的离开让我的世界失去了色彩，我无数次想要轻生，最后都放弃了。我并不怕死，只是不想让李彻失望。渐渐的，我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，也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凄凉的世界生存。可心里的缺口一直还在。我甚至天真的想，李彻一定藏在某个角落看着我，突然有一天他会跳出来说：“苏童，我回来了。”李彻消失的第35天，我在衣柜里发现了一封信和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是他的笔记。苏童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末日危机是不是已经解除了？就算没有解除也没关系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末日的这些日子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外，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让你过得更好一些。之前你一直好奇我为什么能够未卜先知，今天我来告诉你答案。因为末日的种种，我已经经历过3次。我总是想让你活下去，可是阴差阳错下都失败了。于是我不断的重生，只是想保护你。这是第4次，我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咽喉，把生的希望给了你。苏童，我爱你，你一定要勇敢，要坚强，我相信你是可以的。万物终会消失，爱永存人间。苏童，这场游戏的结局必须是你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李彻。泪水早已经浸湿了信纸，我将信紧紧地贴在胸口的位置，轻轻地说：“李彻，我想你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随后我又将盒子打开，里面是一枚戒指，上面有我和李彻名字的缩写。我将戒指戴在手上。李彻，你说过会娶我的，我等着你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又溜出去寻找食物，因为没了李彻的保驾护航，我更加小心翼翼。大概是李彻的庇佑，我没有遇到一个丧尸，只是在回来时路过一个大仓库，我看到反丧尸联盟又一次欺负同类。这次他们下手的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，大家都称他宋老师。他退休前是麻吉一中的化学老师。几个人把老人团团围住，然后嬉笑着将老人的食物在半空中抛来抛去。老人无助地徘徊在几个人身边。你们行行好吧，我老伴病了好几天了，要是再不吃东西，那真的会死的。老东西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活着做什么？简直是浪费粮食！你们是不给我留条活路，那大家谁都别想过。老东西，还敢威胁我们？真以为我们不敢打你啊？光头伸手就给了老人一巴掌，我在大门后看得咬牙切齿。说着，老人从包里掏出一枚自制炸弹，绝望的引爆，瞬间火光四射，几个人被炸得东倒西歪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很快，动静引来了一群丧尸，还活着的2人往我这个方向跑来。我愣了片刻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关上了大门，并锁了起来。一阵惨叫声传来，这几个人估计已经成了丧尸口中的美餐。在攻击他们的丧尸中，我看到了之前那个几个被欺负的女人。因果循环，这就是报应。我开始习惯了每天写日记，我想等到再见李彻时，把他这段缺失的时光补上。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。终于，3个月后，大街小巷忽然开始循环播放着消息。尊敬的麻吉市市民，你们好，很开心的告诉大家，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解药，苦难已经过去，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。世界也重新启动，建立新的秩序，欢迎来到新世界。不久后，死气沉沉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，他们的表情很丰富，彼此打着招呼。他们是人，不是丧尸。眼前的画面让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淌，我欢呼着打开了窗户，新鲜的空气代替了之前的腐臭味，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笑意。丧尸末日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很大，许多人选择搬离麻吉这个城市，我却一直留在这里。我问了很多从丧尸异变回来的人类，可他们都说没看到过李彻。许多人让我放弃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丧尸都能幸运地等到解药。我笑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冥冥中，我觉得李彻一定会回来的。一天清晨，厨房里突然传来响动，难道是丧尸又一次爆发了吗？我吓得又是一身冷汗，提着武器摸下了床。厨房里，一个男人的身影在攒动，他利落地搅动着粥锅。这个画面在我的梦里出现过无数次，我的眼睛瞬间湿润了。李彻，我哽咽着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。
男人转过了头，微笑着看我。苏童，我回来了。你是否也有怀疑自己生活在平行世界里？这是发生在我初中时候的事情了。那天半夜，由于睡前喝多了水被憋醒了，也懒得开灯，就直接爬起来往厕所走去。迷迷糊糊的上完厕所后，便起身准备洗完手继续回房睡觉。不经意间，我扫了一眼墙上的镜子，赫然发现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。我僵硬地看向背后，可是我的身后并没有人。我再次转过头，镜子里的女人还在，她依旧在看着我。顿时，我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尖叫着跑回卧室，用被子将整个人盖住，躲在里面瑟瑟发抖。妈妈匆忙地跑了进来，我泪流满面地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妈妈的脸色有些难看，紧张地打开了灯，查找了房子里的所有角落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在妈妈的安抚下，我再次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心有余悸的我跟妈妈谈起了这件事。我依稀记得妈妈告诉我说，是我睡觉睡懵，或者是做梦了。我摸了摸脑袋，半信半疑。后面很长一段时间，夜里睡觉时，我都会开着电灯，上厕所时也不敢看镜子。好在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渐渐的，我遗忘了这件事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。我今年30了，前几天半夜我又突然醒了，起床去上厕所。按照惯例，我站在洗漱台前洗了洗手，突然我竟然清晰地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件事。抬眼往镜子看去，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镜子里清晰地倒影出我自己的模样，而镜子里的我竟然就是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陌生的女人，连惊恐的感觉都一模一样。